女人意外怀上了强奸犯的孩子，因此想跳楼自杀。警察当然不能看着她就此跳下去，于是进行了紧急救援。殊不知其中的真相简直是震碎三观。女孩眼看就要生了，她本以为自己能够克服强奸这件事，却没想到昨天突然崩溃了，所以才做出了过激的举动。据她讲述，自己是在酒吧遇见的男人，两人喝了整整一夜，本以为是个美妙的邂逅，不成想男人跟着女孩回到公寓后，就将她强奸了。本森警官十分同情女孩艾波的遭遇，希望对她提供帮助。How? By arresting the man that raped you. Tell me his name. 女孩这才缓缓说出那个男人叫王大拿，可是王大拿根本不承认强奸过任何人，而且对艾波丝毫没有印象。他推测艾波只是为了勒索钱财，因为王大拿的公司不仅是上市企业，而且他还发明了一种极昼冻结技术，能够将尸体非常环保的变成尘土，这为殡葬学带来了改革，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见王大拿如此强硬，警方要求他做亲子鉴定，哪知王大拿竟痛快答应了。But I'm telling you, the kid isn't mine. 不料结果却显示那个孩子就是他的。这下王大拿可有点懵了。见状，律师急忙承认俩人是在酒吧认识的，但却声称都喝多了不记得发生过关系。可很显然，警察根本不相信这番说辞，他们就是要将王大拿定为强奸犯。 In light of the DNA results, we'll stipulate to paternity, but the sex was consensual. There was no rape. 看来王大拿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于是艾波只好起诉到了法庭。他痛苦地回忆了当时的整个过程，然而王大拿却是什么也不记得。接下来轮到律师问询了，但不管他问什么，艾波始终坚称自己被强奸了。没办法，律师只好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How about $500,000? You called my office this morning and said you wanted to settle. 原来艾波竟背着警察偷偷提出过和解，这大大出乎了本森的意料。检察官也大为恼火。Told me if I lose, Barclay will take the baby. He was lying to you. 艾波的行为深深愚弄了检察官，现在陪审团肯定会认为艾波就是个拜金女而非受害者。对此，艾波却狡辩自己啥也不懂，气得本森真想给他2耳光。不过艾波也承诺为了挽回败局，愿意做任何事。本森这才稍微消气，却不料第二天开庭时，艾波却当起了缩头乌龟，迟迟不露面。律师紧紧抓住机会要求和解，然而就在法官即将宣布时，突然传来了艾波的消息，竟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今早交警发现艾波居然驾车掉落了悬崖，连人带车全部被烧毁了。交警推测他是自杀，可是警察不相信，这未免也太巧了吧。随后就对他的公寓进行了搜查，希望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谁知这时本森突然感觉屁股一凉，竟发现沙发上有异物。接着法医进行了鉴定。 When it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blood cells, bubbles dry and leave this white crust. 而且不仅墙上有，地板上也全都是，这说明有人企图抹除血迹。虽然没有尸体，但这里肯定发生过谋杀。 Perp kills April here, stuffs her body in the car and sends it over the cliff. 根据这个推测，警方再次对事故车进行了详细检查，果然发现了一点，就是这个装化学物的罐子，凶手就是用它卡住油门，让车子全速冲下了山崖。而这个罐子在王大拿的公司里随处可见，案情基本明了了。 Kills April in her apartment, stages the crash here. With her history, Barclay knew it would rule the suicide. 可惜的是，艾波的尸体已被烧光，没人会知道他对他做过什么。此时谁也没料到，真相竟然远超警方的想象。 随后，法医对汽车残骸进行了检查，但消防员已经发现期间使用了燃烧加速剂，尸体被烧得渣都不剩了。法医也确实没找到任何尸体残渣，但他认为车上根本就没有尸体。泰勒这时也恍然大明白，肯定是王大拿使用了他的新技术。为了能告倒王大拿，就必须找到他与艾波接触的证据。于是，警方对所有可疑人物进行了调查。 最终查到昨晚俩人竟然共进了晚餐，并找到了王大拿买单的票据。有着这些证据，警方直接指控王大拿谋杀了艾波。可是王大拿仍是拒不承认，声称昨晚艾波离开饭店后，他也回家了，根本没去过艾波的公寓。泰勒很好奇，一个强奸犯和受害者在一起会谈些什么。Money. She had me by the balls. I gave her $500,000 in cash. 'Cause she's crazy. I was happy to pay her just to get her out of my life. She left with the money, and I never saw her again. 然而问题是也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但王大拿不想再谈下去了，直接下了逐客令。警察一时也没了办法，可分析来分析去，所有证据都指向了王大拿，而且他的公司里存在同样的罐子，同样的工业用强度过氧化氢。可是队长却认为这些都是旁证，并不是直接的证据。而就这时，马奇找出了艾波当晚的通话记录，有个人给他一连打了4通电话，但艾波都没有接。而这个人并不是王大拿，却是一名叫建国的男人。警察不由得怀疑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因为通常熟人作案更容易下手，但建国却莫名其妙地反驳说：“我不会伤害我的孩子。”原来建国夫妻准备领养艾波的孩子。We agreed to pay for the costs and the fees of the pregnancy and delivery, $50,000. 可这怎么听着都像买卖孩子？ April didn't want to keep the baby. This was best for everyone. Now do you understand? We could never hurt April. 此时警方才发现艾波是多么精明，他竟利用强奸案大捞了一笔，加上王大拿的50万，他一共捞了55万。然而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本森又查到艾波竟然还联系了其他预期父母，每人都预付给了他5万。She used the rape and pregnancy to turn a quick buck, and everybody she scammed has motive to kill her. 而就在此时，一位贵妇突然找来了派出所，她竟是艾波早已病逝的母亲。从她口中得知，艾波居然从小就是个撒谎精，还经常离家出走，母女俩已经4年没见面了。可当听说艾波诈骗了很多人的钱财后，她突然想到了女儿曾说过她有个保险箱，或许钱都藏在那里。事不宜迟，警察立即来到银行，撬开了艾波的保险箱。然而里面的东西却令人大吃一惊，里面根本没有钱，而是一堆人物照片。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长得帅气，而且还都是个行业的翘楚，其中就有王大拿。The man who raped my daughter? Why would she have his photograph? 这也是警方心中的疑问。看来案件越来越离奇了，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艾波在跟踪这些青年才俊，他在寻找冠军级的繁殖者。结果王大拿脱颖而出。Fatherhood, I'd be pretty worked up. And paying child support for the next 18 years. 所以王大拿只有杀了艾波和孩子，他就可以免去这些麻烦了。他还是最大的嫌疑犯。但队长为了稳妥起见，命令去查询所有艾波跟踪的人，结果却是令人三观震碎。34个男人纷纷表示对那晚的事记忆模糊。艾波先是主动请喝酒，结果他们只喝了1杯就醉倒了，即使千杯不醉的人也没避免。随后就是头晕恶心，好像生了大病，去医院竟然在体内查出了安眠药成分，竟是艾波迷奸了所有人。随后泰勒带着疑问又找到了王大拿。First time that you met April, she bought you a drink. Yes, sir. What's the next thing you remember? Waking up in my own bed alone. Loss of memory, headache, nausea. 话说到这，王大拿也意识到自己是被下药了。可关键问题是，作为科学家的王大拿很了解，在昏迷状态下是起不来的。艾波到底是怎么拿到他的种子的？这个问题还得专业的法医来回答。 Nothing to it. Insert this end in the rectum. An electric shock causes an involuntary ejaculation. 俩人听了不由得菊花一紧，而且这项技术最早是用于从死人身上取种子，这称为死后人工生殖，只要死亡时间不超过30小时都可以。队长对这项技术同样震惊不已，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艾波用了王大拿的种子怀孕，其他人的种子都去了哪里？本森立马查起了种子银行，其他的很可能都去了那里。随后警方开始挨家银行调查，果然查出了艾波曾是这里的会计师。而就在这时，他俩突然听到了吵闹声，于是来到了办公室。原来是一个女人因为孩子不会弹钢琴而在大骂医生，关键是这个孩子是用音乐家种子生下的，他还为此花费了2万元。弄明白了缘由后，本森直接逮捕了医生，罪名就是盗取种子。警方指控他和艾波合谋，但医生却声称他以为是艾波说服了那些男人，根本不知道他用了电棒，并且称自己正在进行着伟大的事业，筛选出优秀的种子并遗传下去，逐渐改良人类的下一代。可在泰勒眼里，他这就是非法操纵人类命运，气得他恨不得撕了医生。而就在这时，队长却发现医生实则遇到了财务危机，他因此还准备了一个 B 计划，那就是给艾波买了一份巨额保险。医生是唯一受益人，这么看来医生很可能就是凶手了。紧接着泰勒又出示了那个罐子以及过氧化氢，已经全部都在医生的实验室里都找到，哪知医生却不慌不忙表示上百个实验室都用到这些。 Chris was the only one who took out an insurance policy on the one person who could blow the whistle on where you got your sperm. 泰勒甚至猜测艾波同样敲诈了医生，所以他才被杀害了。不料医生竟称自己很爱艾波。 So you were sleeping with her too? That's disgusting. She's my daughter. I didn't kill her, and I can prove it. 随后交代了出了艾波的住址，果然他是在装死。艾波欺骗了所有人，但本森最关心的却是他的孩子哪去了。不料艾波竟称那是个死胎，可是本森不会再相信他了，大骂他就是个骗子。而艾波也不再是以前那个楚楚可怜的样子，他义正言辞狡辩自己才是受害者。然而本森再也不会听信他的鬼话了，直接将其逮捕了。可是依据现有的证据，检察官也只能起诉艾波欺诈和勒索罪。但本森坚持他肯定生下了孩子，并且将其卖了或者淹死了，必须给艾波定重罪。可是没有证据，检察官也没办法。而令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艾波一点认罪的想法都没有，他竟把过错全都推到了母亲身上，埋怨都是小时候母亲把他教坏了，导致他从小就有心理缺陷。而当母亲听说这些后，差点气死，决定不再管艾波的死活了。哪知俩人竟在派出所里再次碰面了，免不了又是一番互相嘲讽。母亲让他交出孩子，但那是艾波唯一的谈判筹码，怎么可能轻易交出？这下可让警方为难了。如果起诉艾波，他肯定不交出孩子，但想要孩子安全，只能放过他。而就在警方为此争论不休之际，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突然来到了，竟是王大拿。他要求一定要拿回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惜为此起诉警方。于是为了说服艾波，大家又把主意打到了医生身上。但医生认为艾波是个善良的女孩，她敲诈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也是为了帮助自己。至于诬告王大拿强奸，事后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于是想以死谢罪。 Right, and you'd collect on her insurance. 可我打算把所有的钱都交给艾波，好让他和宝宝能过新的生活。但本森却说宝宝已经不在了，这下医生可懵逼了。接着他主动向艾波讨要起了孩子，不料他心目中善良的艾波却是脸色大变，
坚决拒绝了父亲。只有检察官判无罪，他才会妥协。见到所有手段都用光了，也无济于事，检察官最终无奈，只好撤销了起诉。艾波也很干脆，写下了孩子的所在处。只是这个地方竟又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没想到孩子竟在艾波母亲手里。原来这一切都是艾波和母亲的合谋，俩人都有着精湛的骗术。可是即使知道了真相，警察也无法对母亲定罪，只能看着她潇洒离开。好在至少夺回了宝宝，不会再让她受母亲和姥姥的毒害了。然而王大拿的一番话又让温度一下降到了冰点。I hear April's IQ is 170, and she has good genes on my side too. She's perfect. 简直是细思极恐。